好，观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持续来关心这一场安氏之乱。没有想到现在争议持续的延烧当中，现在啊，因为欧洲车厂很快他们就会被迫断晶片了，所以他们想到的方法就是直接绕过荷兰哦，去跟德国车厂来要这些制造好的晶片，去大陆来做封装。那么另外一头呢，中国则是反手自建晶圆厂，要超车在欧洲的产能。另外一方面，今天我们会来特别关心到的是，欧盟也要拆光，以国安理由拆光华为。德国甚至狠砸了700亿换算新台币要拆除华为，是说要制裁中国吗？还是欧洲自己再毁了自己的晶片，再加上5G 的命脉呢？今天会一起的来做解读。好，今天开场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读。第一个，安氏啊断供，确实现在欧洲车厂都快要撑不住了，因为荷兰至今仍然不愿意提供任何的晶片。那么库存呢？根据了解，现在欧洲的方面只能再撑几周哦，这是来自于车厂的说法。所以这些车厂现在绕道去买德国晶片，到大陆的东莞去做封装。荷兰的这一招砍的是中国还是自己欧洲的晶片命脉呢？第二件事情，我们持续关注欧洲现在卡住安氏的出口，反逼呢中国啊现在早就已经出招了。他们呢安氏厂把200名中国的工程师紧急的调回去中国之外，还在上海跟无锡的新厂直接再把产能全面提升到每月5万片。如果安氏未来研发跟制造全部都东移的话，中国是否将完全不再需要欧洲来做制造了呢？这是第二个话题。最后我们也会来做关心的是，欧盟现在决定跟着美国走，持续利用国安的理由要求各国呢拆光华为的设备。德国更是狠砸了非常多的钱补贴电信商要拆华为的设备。但是要知道，这个欧洲对华为设备的依赖度最少也有40%起跳哦，而且呢成本还非常的贵，欧洲真的拆得起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赶快来关心荷兰政府到现在仍然是持续冻结出口晶片到大陆，这是让欧洲汽车厂商现在陷入了晶片荒的焦虑当中。库存根据了解只剩下几周的时间而已了。就在此刻，路透社报道这个是最新的惊人内幕。他说，现在欧洲多家车厂他们秘密的做协商，干脆我们一起把荷兰给跳过吧，直接向安氏德国汉堡厂买晶圆，再到大陆的东莞这边来封装吧。据传呢，包括了安氏的这些客户都有考量这样的方法。哪些车厂呢？现在根据媒体的报道，福斯啊，或者是 Bosch、本田等等的重量级车厂都在考虑这样子的一个方案。而且我们要来看到这场安氏之乱哦，导致了不管是荷兰方，也就是荷兰安氏，或者是在中国大陆的安氏，他们觉得说，要么就去中化，要么就是完全去欧洲的产线。我们看到在欧洲的部门这边，现在正在考虑扩大马来西亚跟菲律宾的封装产能，有意要去中国化。中国的安氏也同样的悄悄的启动去荷兰化。刚刚提到的，除了200名的安氏荷兰工程师被接回中国大陆之外，中国上海无锡的产能也全面提升哦，那么可以超过欧洲本部。重点是了，大陆制造的成本又比较低，甚至可以降低18%，一年甚至可以省下10亿人民币这么高的金额。荷兰这一场卡中国的豪赌，会不会逼得欧洲车厂集体的绕道之外，还逼中国打造属于自己的晶圆厂？到底是制裁谁呢？未来有没有可能就是包括这个安氏的设计跟制造全面东移？将军怎么看？第一个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安氏晶片哈，它有一个外号叫做鸡饲料晶片。为什么叫鸡饲料晶片呢？因为它这个晶片很便宜哈，这个一片晶片才25美分而已哈。但最近当然是涨价了，涨到一片大概到1块钱美金哈。就算涨到1块钱美金，讲也不贵。但是一般来讲，现在所有车子，不管是燃油车或电动车，都需要用到这种晶片哈，就像是鸡饲料一样，鸡就一定要吃饲料嘛。但是虽然很便宜，量很多，可是它就是要吃饲料哈。所以一片通常燃油车来讲，它要到600片的晶片，那电动车可能到这个1-2千片。它用在车子的不管是安全气囊啊，或者是说方向盘这个电灯系统，都要用到这种相关的安氏晶片。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晶片来讲，并不是这个制造来讲，并不是技术特别高深。那安氏半导体，它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为了配合美国的说法哈，说这个晶片来讲的话，它将这个
CEO 中国的 CEO 张学正将这个技术流到中国去。那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借口跟理由了哈。这个我想说，中国大概也不需要到这个很便宜的低价低技术端的一个晶片制造技术，但这边晶片由于是在荷兰这边制造以后，是到中国东莞去封装，所以公司是安氏荷兰的安氏公司，他那个时候就要撤换 CEO， 剥夺等于抢夺中国的经营权。那中国当然这对于国家来讲，当然要保护自己的企业。那后来来讲的话，虽然说中国来讲有管制晶片的出口但是后来中国基于说是这个贸易负责任的大国的角色，他后来将这些晶片来讲，有些国家如果说你这个有提出申请审核通过的话，那中国就给这些国家豁免。换言之，他就让这些国家可以继续获得这种封装完的晶片。但现在关键这个晶片来讲，如果说荷兰不提供给他晶片，然后中国就算封装完了以后，这个库存的晶片数量大概预估可能在12月初的话就用完了。就算是我愿意豁免，我愿意卖给这些车厂，因为你不要影响到这些大企业，不管是宝马啦，或者是奔腾啦，这些车子来讲的话，它如果没有晶片，就没办法组装车子。所以我觉得中国就基于这个负责任一个大国的立场，愿意将这晶片给这些国家，给这些车企豁免。但是很遗憾荷兰到现在还嘴巴在硬还是不愿意恢复张文正的这种 CEO 的这种经营权。所以中国已经答应荷兰说，下个礼拜刚刚最新的讯息是，下个礼拜让荷兰的财政相关的单位到中国来做这件事情做协商。当然我们希望说是在下礼拜这个可以得到双方可以得到很顺利一个协商的一个结果，让事情回到原点。也就是说，张文正他继续回去当他的安氏 CEO， 本来就是他的公司嘛。那中国来讲，这个晶片也继续可以这个封装完以后供给其他公司，其实车企公司来使用。但是我想，如果说这个荷兰政府还继续在嘴硬，还继续僵持到底，我想中国也有反制之道了第一个就像是我们刚刚讲的，中国可以自己，这不是很难的晶片，中国不管中芯国际啦或上海啦他们都可以自己制造这个晶片，然后再给东莞来封装，然后供给各企业来使用。这样如果说是这种发展下去的话，其实对荷兰来讲是最不利的，因为你整个这个安氏半导体，我当然就不需要靠你的安氏了，其他车企来讲，我就直接跟中国买就好了，对不对？这个我觉得这个荷兰如果说自己不赶快找个台阶赶快下，还继续僵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对荷兰来讲将会是很大一个打击。好，如将军刚刚帮我们特别看到这个其实荷兰安氏对于中国的不可取代性是完全低于中国大陆它的安氏它是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来做生产。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就是包括这个晶片的设计到制造端全部由中国自己包办，也不再需要荷兰厂了？老师又怎么看？OK， 我有一个学生在矽谷，他本身有个厂，他是去年毕业的博士，他曾经跟我讲过一件事，因为他们有个公司在上海，他也常跑深圳他常跟我说他说奇怪，这个我们到对岸去的时候，发现即便是大陆的毕业生，你只要给他一些 incentive， 跟他说我要做什么，没有多久他一个团队就做出来了。这是我们从我们知道我们的对岸在2013年红色供应链以后，他们所做的东西，尤其在隔年之后，他们强调一个叫做 China Creation 的一个可怕的地方，也就是他们从无到有。而且所有的东西急速升级到你有时候想象不到的快速，当然不是说光高铁盖这个什么做这个港珠澳大桥等等，在这个所谓的科技的这个领域也是一样，所以常常让你会意想不到的突然的出现。好，那待会我们讲安氏这个问题就讲，因为我们讲对岸他们已经真的是用心在这一块，就是高科技上面扎根从2014年跟这个中德签了工业4.0之后，然后他们在另一年丢了大经济一起计划，在1000多亿，2019年2期计划，2023、24因为面临到所谓的中美贸易战的越来越这个紧箍咒越来越严重，丢了3期计划，这是在扎重金，还有在教育的改革，因为我刚从南京回来，他们现在在叫跨领域结合，包括我们的财经系都已经落到后面的排名，而是所有东西必须加 AI 元素，那叫跨领域结合。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所有的东西你不可能只有一样就生存，包括安氏半导体也是一样。9月30号在河南做了一个大的这个我们也是一个杀手锏他就把这个整个安氏半导体就把它拿下来了。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从当时我们的对岸中国在那边去设厂，把它这个成立起来。这是一个我们把它号称叫做全球最大的基础型的晶片的制造商。
它里面包括它的二极体啊、电晶体啊、电源供应器这些东西都在那边做这个制造生产。实际上它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你忽略掉一个东西，就是说它在制造一样东西的时候，一定有上中游甚至下游啊，不管下游还有下游端到最后的客户端。这里呢，如果你今天不能掌控整条线，你只拿到中间的部分，其实啊，你有可能就会被人家断层。所以呢，当时我记得在10月初的时候啊，我们的对岸就给他做了一个断层的做法，东就把上中的很多的供应商就不过去了。当然这时候又发现他们这样又生存不下去，但他们一样可以从，因为欧盟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欧盟现在28个国家，从这个英国脱欧变27个嘛。这些在不管深耕这里面的国家呢，他们也互相各有资源，所以即便是厂商需求这样的半导体，即便是供应商不见，他们也可能透过别的国家，再到甚至你要组装，透过别的国家洗白了这个所谓的荷兰和中国的对抗，比如透过德国啊或所有地方到了深圳或东莞去再设计包装。但你知道，这个我想任何人也是一样，国家也是一样，一个高层他不可能是傻子的，这个是没有智慧的。他们用智慧决策，当你要锁我们的东西，我们一定就会反其手。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这种高科技的东西，我觉得有3样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叫技术，你没有好的技术不可能。好，那当然技术可以慢慢 create， 就是每个国家在比照，比如先进制程，我们的晶片台积电这么强，我们的对岸真的还拿不到，所以美国才用量来锁喉中国。当然，还有第二个就是人才。我跟你讲，技术的核心就是人才，没有人你怎么做呢？没有人，你 AI 这个我们生成 AI 也做不出来，人还最重要。那什么叫人才？他一定从小这个训练，他不管这个是优秀或怎么样，在学经历被到了一定，这种人才是很难1天2天就成的，因此太重要。因此这个中国反其手，而且当然还有民族性哈，他们的民族意识要到的一定，他们的人愿意回去。所以我们的对岸从当时这个学校里面去拉所谓的海归派之外的很多人才慢慢回去啊，你看到在我们的对岸很多的高级都是包括徐光宪包括一些很重要的人，当有一定年纪的这些人慢慢回去，现在很多年轻的高科技人也回去，他这次只要把这200人拉回去，说实在的，当他缺人才的时候就很惨。是，当然第3个我要讲就是人才、技术人才，还有一个就是基础设施啦。基础设施各国都有不同的布局。当你是一个自由贸易的时代，全球的时候供应链互相协调协同合作嘛，叫 co-integration。这样是对全球都有利的。那熟料现在变成一个 anti-globalization， 叫逆全球化的一个新国际的新治理。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都必须明哲保身。从美国他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开始，全球都在这样。所以荷兰做这样的动作，当然我们的对岸中国也会做这样的动作。所以这时候他为了明哲保身，只要你对我怎么样，他一定会做反其道的手，然后就把他人才拉回去。当然，最后一个重点就是。我讲的刚开始讲的一句话，就我们对岸真的是从某些地方蛮可怕，就是我们美国也曾经吓得说，他怎么又突然多了一个船坞，怎么又突然多了一艘舰艇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现在觉得它好像还没有东西，它可能很快就会出现。也就是你讲的，有可能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因为它量体也大，人口也多，人才也多，就会不需要，大部分就不需要欧洲的供应了，而欧洲以前是像老虎一样的，全部就会被打趴，变成欧洲猫了。好，一方面是中国大陆它已经找到不管是技术人才跟基建上面的提升哦，所以未来可能不再需要欧洲。但另外一方面，欧洲会不会还是持续的需要大陆呢？尤其这个是针对华为，现在进入了5G 时代，欧洲持续的跟进美国。今天我们要另外来关心到的是再一次的以国安为理由要来完全的禁华为。大家记得吗？先前的英国跟瑞典封杀了华为多年之后，现在欧盟也要强化它的所有成员国，包括德国跟芬兰要来拆光华为的设备。德国更是狠砸700亿来补贴自己的电信商，要彻底把华为给移除。他们的理由是因为从5G 到这个地铁，甚至到关键的电力，都有可能受到大陆的干预，甚至被瘫痪。这是来自于欧洲官方的说法哦。那大陆当然很生气了，除了大陆外交部站出来严正的怒批说这个是违反市场原则之外，华为干脆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欧洲，同样是以国安为理由来进行3个月以上的这个国安审查，针对于欧洲的 Nokia 跟它的爱立信等等的厂商。但是现在的关键又是说，欧洲真的拆得起华为吗？因为他们其实已经使用非常久的时间了。5G 时代，这个华为的手上的关键有5.6万项，掌握了很关键的技术。另外，欧洲国家包括挪威这个华为市占已经达到70%，德国60%，英国也有40%，真的有办法拆得起吗？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是品牌战，实际上是科技战，那个我们来看大家这些消费者来看呢，他都会有一个消费惯性，
有时候有人讲说啊，这是品牌忠诚度，他毕竟用习惯了。结果你用了某一个车厂的车系，或者是你用某一个牌子的手机，你会惯性的用它的，为什么？你的习惯性是这样。那现在竟然要把这个华为给拆掉，我认为这个代价会得不偿失，代价还蛮高的，而且不是只是现在所看到的账面，甚至说什么到达1000亿美元，你往后呢？往后也要这方面的代偿，要来负担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它违反了经济学的原理，因为原理就是比较利益法则。不要把谁方便，谁的功能多，谁的价廉，我就占有这个市场，大家方便，你赢我也赢，对不对？你付了钱，但是你买了非常多的功能跟方便，那我赚了你的钱，是这样，我们两个都赢，你买了也会买得很高兴，我卖了我赚到了钱，所以大家是互利双赢的。但是你现在要把这个华为给拔掉，你要付出代价，因为它本来的时候这些所建制的这些基础跟大家的习惯都已经行之有年了，你现在硬要干它，我认为这个会有不好的、有负面的这个经济现象。我们原则上经济学上来看的话，少干扰，你让它干扰，让价格机能、市场机制、供需来决定这个价格。大家有需要嘛？你干嘛要去拆它？大家有需要，表示华为在品牌上有它的可靠跟稳定度，那为什么不用呢？它又便宜啊。那再其次的话，我们知道那个中国大陆一向是开源式的。你要知道，它有56000多项的专利，表示它在一直在成长。它不是指现在为止哦，它将来在2026、2027，它功能会更多，价格会更低。你为什么不再继续享受？你现在看到1000亿美元的这种损失，那往后的损失呢？要不要去看下去？对，我认为是要这样来看的，因为它开源式，它这个方面还会继续成长。我认为不要去无限上纲。你不管是德国好、英国也好，或者是挪威好，后面当然有美国在后面这边做操控嘛，大家就切开，不要有这个华为这些系统的，那我认为要付出相对大的代价，因为毕竟它违反了市场的机制。但是我认为这不是品牌战，这是G2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科技战。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